上午生孩子和下午生孩子有4大不同，医生不是迷信，是真有差别。媳妇儿，刚才我路过隔壁病房的时候，听到几个有经验的大姐们在聊天，说上午生孩子比下午生孩子要好一些，你说咱们能上午生吗？啊，还有这种说法的吗？是不是迷信啊？而且啥时候生也不是咱们能控制的呀。看着一脸兴奋走进来的丈夫，美美一头雾水。没事儿，等会儿我去问问医生，看看医生怎么说吧。如果真的能上午生的话，你就不用遭罪这么久了。自从怀孕后，妻子肉眼可见的憔悴了不少，小王心里一直很不是滋味。尤其现在妻子快生了，他更战战兢兢了。如果孩子在上午生，真的比下午生要好的话，他当然不想让妻子多遭罪。那么上午生孩子真的比较好吗？和下午生孩子有什么不同？下午生孩子有何不同？生孩子是女性成为母亲的必经阶段，也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女性本弱，为母则刚。现实生活中，很多准妈妈为了能够顺利怀孕产子，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，都会事先补充孕期前后的知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不同时段生孩子，其遇到的生产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。上午生孩子和下午生孩子真的有着很大的差别，他们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这4个方面。1、精力。上午生孩子比下午生孩子要轻松，就正常情况而言，经过一晚上的休息恢复，人的精力在上午时段较之更为充沛，特别是在8点到10点时间段，身体细胞的活跃度最为旺盛，精神状态更是达到了顶峰。当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处于最佳时，生起孩子来无疑是事半功倍。产妇在生产时需要长时间独自承受身体撕裂的极限痛苦，除特殊情况外，此时孕妇会有更充足的精神和力气去迎接生产带来的诸多连锁反应。下午生孩子比上午生孩子更费劲，下午身体容易进入疲劳期，可能会出现犯困、四肢无力、提不起劲的症状。此时如果生孩子，难度就会加大，那么产妇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，才能够顺利完成生产。生孩子最紧张、最害怕的是产妇。临产时，产妇无可避免的会产生焦虑情绪，同时也很容易被外部环境影响。午后的疲乏感、挥之不去的精神紧绷，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神经线可能无法很好的配合医生。2、效率。上午班的医生工作效率可能更高，医院的特殊性质决定其全天都会有医生在班。都说铁打的医生流水的孕妇，频繁的接生需要医生不断的打起精神。上午班的医生精神状态相对较好，接生效率相对更高些。产妇与医生两者状态饱满，配合起来更容易。顺利的生产离不开产妇的配合以及医生的专业引导，两者配合的越默契，孕妇越发容易进入状态，生孩子时的顺利度就会越高，效率自然也会得到相应提高。妇产科的医生空暇时间不长，去过医院的都知道，医生不是在忙就是在去忙的路上。尽管偶尔可能会有些许空闲时间可以自行稍作休息调整，但是忙碌的时间更长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有所疲态是正常的。下午班的医生可能存在精神疲劳，高强度的工作对睡眠质量存在一定影响。从生理层面来说，人体更适应在上午工作。如果下午班的医生在上班前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，那么在接生时可能会感到精神不佳。3、便捷度。上午准备物资的时间更充裕，产妇生产需要准备各种物资，如证件、洗漱用品、换洗衣物等，这些都是产妇去医院生产不可或缺的东西，收拾起来比较繁琐，需要家属提前耐心的帮忙收拾妥当。上午补充物资更方便快捷，通常很多店铺在上午都是正常营业的。如果是上午生孩子，就算临时发现所需物资有缺落，也能及时到附近的店铺购买齐整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发生临时买不到的情况。上午生孩子更能全方面关注到产妇的状态，受孕期激素影响，宝妈的精神状态可能不太稳定，可能会有情绪多变的情况。
如果上午生产前后出现不对劲，家属和医生都能及时关注到，出现意外的概率降低。上午生孩子更方便照顾产妇、刚生产完的妇女，处于身体和精神极度虚弱疲劳的状态，需要家人在身旁不间断的陪护和照顾。如果孕妇还要喂奶，要是没有家人帮忙，那么对虚弱产妇的身体伤害就会加大。4. 观察。上午生孩子更方便产后观察产妇。生孩子可不仅仅是把孩子生出来了就没事了，产后还有一大堆需要注意的康复细则，特别是剖腹产的产妇，身体抵抗力较差，更需要注意做好预防感染工作，以免发炎。产后妇女可能出现阵痛，刚生产完的妇女很虚弱，需要时刻关注她们的需求和状况。上午生完孩子的话，宝妈有任何不适都能随时找得到医生，有什么问题也能迅速跟医生、护士反映，进行及时的沟通处理。上午生孩子更方便产后观察婴儿，刚出生的宝宝抵抗力通常比较差，一旦没有呵护到位，就很可能生病，影响后续的身体发育。为了更好的保证婴儿的健康成长，医护人员都会对婴儿们进行必要的产后观察。宝宝如果是在上午就生产完成了，那么观察工作就会落到相对清闲的下午。下午人少又安静，医护人员能够更仔细的为宝宝们做检查。妈妈如果有问题想要了解，也能得到医护人员们更为及时详细的回答。2. 如何应对孕期意外？综上可得，上午生孩子比下午生孩子要好上不少。如果是晚上或者凌晨生孩子，还遇上了孕期的突发状况，那么无论是产妇本人，还是产妇家属和医护人员，这都在无形中增加了生产的难度。生孩子甚至可以说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没有人敢打包票一定能顺利生产。在怀孕到生产的过程中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各种问题。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，尽可能保持冷静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拨打急救电话。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，家属们应在第一时间安抚产妇的情绪。很多妇女会担心自己可能会遇到难以生产的情况，进而产生焦躁不安的情绪。尤其是初次怀孕生产的孕妇，需要家属投入更多的细心、耐心，让产妇尽可能维持舒适的姿势，最好躺在柔软的床上。产妇在生产前会遇到宫缩，疼痛感层层递进，恐惧感被不断放大。如果孕妇真的突感不适，家属们一定要立刻安抚，并迅速拨打医院电话，千万不能慌。3. 如何尽快恢复？孕妇分娩后几乎耗尽了精神和力气，尽快恢复成了头等大事，在此阶段未能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，可能会给后期带来无法逆转的伤害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在坐月子期间容易落下病根的主要原因。宝妈想要尽快恢复精力，促进身体愈合，建议做好以下3点。1. 好好休息。回到病房后，适当小憩。宝宝出生半小时后才需要喂奶，在此之前，妈妈可以假寐一会儿，不要沉浸在喜得宝宝的心情里，不舍得休息。哺乳时间多在5到10分钟左右，宝妈可根据实情况要自行调整频次。坐月子期间，宝宝最好由家属照看，需要喂奶时再抱给妈妈。产妇是生宝宝的主力军，也是气血亏损的最多的人，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照顾的虚弱病人，要是宝宝还交由她照看，那肯定得不到好好休息。2. 健康饮食。食补是恢复身体的绝佳途径，营养问题是产后孕妇的重中之重。产后第1天适宜食用稀状的食物，过后就可以正常食用米饭了。土鸡、黑鱼、排骨等炖汤都是不错的选择，新鲜的蔬菜水果亦必不可少。禁食辛辣、生冷、刺激性、寒凉性食物。辛辣、生冷的刺激性食物会影响到伤口的恢复，对肠胃也并不友好。寒凉性食物则会影响子宫的血管收缩，导致恶露时间延长，可能出现恶露怎么都排不尽的情况。3. 适当运动。顺产的宝妈，身体允许的情况下，可进行适当运动。顺产的宝妈，恢复力比剖腹产的宝妈要好，一般产后6个小时就能下床慢慢走动了。
第二天就可以在室内走动，做一些幅度不大的产后保健运动。剖腹产的宝妈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运动。剖腹产的宝妈身体损伤程度不一，如果生产时间比较久，出血量比较大，那么下床活动的时间就应有所延长，以免伤口受到牵拉导致疼痛不适，耽误恢复。总结：上午生孩子和下午生孩子有精力、效率、便捷度、观察这4大不同，前者比后者更为轻松、便捷，效率更高，同时也更有利于医护人员对宝妈、宝宝进行产后观察。宝妈家属们应对宝妈保持足够的细致耐心，有问题及时沟通，关注安抚好孕妇的情绪，避免出现孕期意外。生产后应让妈妈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安排健康的饮食，以及帮助她们进行适当的运动，以便恢复。